欢迎大家来到大叔叔中文。好，今天茶叔跟灿叔呢，等一这么下，羞涩，你这是干什么？羞涩的茶叔出现了。就是为什么羞涩呢？就是其实我们上一次的播客就是说我们失败了这个订阅没有很好。是的，哎呀，感觉新的一年大家要多多支持我们。哇，底下的反馈好多一两快百200条了吧？对，快200条了啊。那我们都来不及回复了啊。对，这边先心跟大家意收到了，心意收到了啊，很感动。对，感谢大家的支持之外，其实我们大叔们是一条一条的评论都有去看。对对，灿叔，我发现一个问题，我们两个都发现了，对不对？对，就是现在学生最缺乏的是什么？他们很喜欢大叔中文，但是我觉得他们缺了一个东西，你觉得是什么？缺了一个东西缺了一个桥梁。bridge 桥梁。对，其实说实话，我是觉得现在市场上最多的应该是这个初级的语言材料，中文学习的材料。对，然后其次最多是高级的，因为就是母语者的了。你只要跨入高级这个行列，那就多了去了啊，海量的东西，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唯独中间这个桥梁中间这个中级水平的东西比较少。而且其实那天有个同学留言我们俩都看到了，都觉得很在理。就是我们大叔中文的这个王牌节目就是播客，但说实话，播客呢是中级偏上的水平。对，我们3个就是基本上说话是比较快、比较自然的。但是那么对于中级偏下的水平或中的水平的同学们，有没有适合他们的这些视频嘞？茶叔。对，所以这个我跟灿叔想了想就是我们大叔其实是可以往这个水平去制作，来补足大家的不足，让大家在过河的时候真的有个桥梁，这个桥是很结实的对，从这个初中级到中高级，甚至是高大上级那种的，高级有个桥梁，对，有个桥梁可以走过去，然后顺利的步入高级的水平。对，等到大家走入高阶之后，我们就和大家说再见。也没有啦，要继续看就可以接着看大叔播客啦，就不会觉得大叔播客太难了，没有办法接上去，但是又很想听懂。是的，所以我跟灿叔呢，绞尽脑汁，几天几夜绞尽脑汁然后日夜的苦思冥想。对，然后我们觉得我们是可以做中级的这个材料。对，那所以在这里大家应该都知道，我跟灿叔在做一些电子书。对，我们有大叔小站，对大叔小站的电子书。那可能有的同学也知道，我们现在在大叔小站电子书的部分，我们做了一个会员，叫小书虫。小书虫，只要你成为这个大叔小站小书虫的这个会员，每个月只要$8，其实嘛就可以享受我们这个小站里面所有的电子书，而且我们每个星期基本上最少会更新2本书对，也就是说在小书虫这个会员制度底下，只要你成为了会员，你每个月最基本都有8本新书可以读，而且呢可以从阅读中文故事中吸收学习到很多新的词汇。而且我觉得小书虫的这个电子书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大叔的一直想帮助大家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是分级的，就是它是中级，然后还要细分成3个等级，就是 HSK 3到4、4到5、5到6。这个其实3到4、4到5其实是大家比较欠缺的，我们一开始可能提供都是5到6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想帮助大家把这个桥给架好。这个也给了我们一个灵感。那么书可以这样实现，视频能这样实现吗？他说可以的所以这个我们另外又想说，我们可以再做另外一个大叔小站的部分，就是针对这个中级的学习者，我们做一个视频。那我们2位大叔擅长，因为这个变数太忙了所以我们2位大叔先去铺路，先去这个是干什么？拿着旗子走拿着火把去这个披荆斩棘对。那这个我们在这个视频部分，我们当然着重的是在中级。
中级的水平。所以我们现在呢有分为6个类别6个类别包括了简单故事，是3到4级的，对，还有成语故事也是3到4级的。那这2个水平特别为这个初中级的学生制作的，所以它的内容比较简单。如果也觉得有点难，有点挑战性，它也不会过难。对，但是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在这些视频底下，它是有中文字加上拼音。如果你是学繁体中文的同学，有繁体中文跟注音符号。我看还有英文翻译嘛，对不对？还有英文翻译都有我觉得这个很适合3到4级的水平。那再来下2个是什么？下两个是下2个，一个是日常生活的话题，因为我们说实话，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很多时候最欠缺的东西就是日常生活的东西。对，比如说我那天做了一个视频，就是溃疡。其实很多人都会得溃疡，对不对？对。但你知道怎么说吗？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你知道怎么向别人描述吗？很多同学之前和我说过，就是我们学习中文的时候，学了很多很高大上的东西，但日常生活怎么刷牙洗脸啊，这最简单的东西反倒不会。就这个单元就是日常生活的，我们会着重就是说一些最简单的、最日常的东西。我今天早上还突然蹦出一个想法，就是今天我吃的早饭就是泡饭。这是我小时候很喜欢吃的东西，所以我会把这个东西怎么做，还有一点点怎么说，然后味道怎么样啊，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我都会用这种 comprehensible input 的感觉给大家描述出来。所以语速相对也不是特别快，然后呢它就是刚好在中间这个档位啊。对，这个大概是4到5级左右的水平。4到5级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对，因为我们一共有6个类别嘛，对不对？4到5级也是有2个，一个是这个日常生活，另外一个是中国文化。它其实不是很高深的那个中国文化，像什么孔子啊、老子那些东西，而是最日常的中国人的一些传统呀、习俗呀、想法，比如说什么中国人为什么要喝热水啊，对不对？红色啊、死和四啊等等这种禁忌了很简单的东西，我们也会相对用这个比较正常的、偏慢一点点的语速，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和学习这些东西。对所以这个不会是非常难的那种哲学啦，那种东西，而是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禁忌这种比较基本的东西，所以也很适合大家学习。是的。那另外2个类别是属于5到6级的，那当你的水平一步步往上走啊，对，那我觉得我们这2个类别也很重要。第一个就是大家学到这个水平的时候，会希望了解一些人生观或者是人生话题。那这个相信大家在大书中有看过我们2位聊人生话题了，我们会接续这个主题然后5到6级我们语速相对会快一些。是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讲这个中国的历史的对，这个就会相对会高深一点点。当然我会用相对会简单一点点，毕竟你们还不是高级，我不可能完全母语者能接受的那种信息这个密度来给你讲这个东西，而是相对会稍微降低一点难度，但是它同时的内容又比较深一点点。它不只是讲历史事件，因为我这个人是这样，我对历史事件和人物不是特别的感兴趣，但我对历史这个逻辑它是怎么样造成这么一个趋势等等我会特别感兴趣，所以我会通过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帮大家真正剖析中国这个历史，同时通过就是历史像一面镜子一样，通过历史这面镜子让你更了解中国的现在以及未来。对，而且很多同学其实对什么《道德经》啦，对都会囊括在里头，什么《论语》儒家思想、《论语》然后这个很多比较难的这些中国的一些历史概念、流派等等这个都会放在一些艺术的东西啊等等都会囊括在里头。因为历史它不仅仅只是说王侯将相的东西，它是包括整个一大块的。假如只有说打打杀杀谁当了皇帝啊等等，这个东西太片面了。因为历史是包括所有人在里头的活动，真正对历史产生这些推力有影响力的人物，他的思想、他的想法、一些艺术品等等，甚至有些战役，它确实对中国整个走向有很大影响，我们也可以去谈一谈。对，像我们也看到这个留言，有学生觉得对《道德经》很有兴趣，是的对于儒道释这些流派很有兴趣。这个日后参数都会在这个类别5到6级的这个
类别做一些阐述跟说明，还有心得分享啊。所以各位同学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喜欢阅读，你可以加入我们这个小书虫的会员。对其实很便宜那一样，如果你对这种你正好处于中阶需要迈入高阶的这种学生学习者，你也可以加入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视频部分的会员。是这个会员名称叫小学生。小学生好可爱。而且呢你如果加入了小学生的会员一样每个月至少会有10部以上的视频新视频可以看。是的，基本上最少有10部，一个月有10部新视频可以看。各位同学其实你就是看你的水平跟你的爱好，对你的需求，你比较喜欢对需求，你比较喜欢阅读，想要提高阅读能力，想要培养阅读习惯的你可以参加我们的小书虫。如果你是中级的学习者，然后对我们大书小站里面的这种新视频有点兴趣的你可以成为我们的小学生。那如果你觉得你是中高学习者，你对3位大叔聊天的比较有兴趣的，你也可以加入我们大叔中文的会员。对所以这个选择就是看大家的需求，当然也是一个支持我们的方法。好，那今天就聊到这儿。那可能下个礼拜开始我们会有一些新的形态放在大叔中文上。什么形态？那就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啦，我们下一次再见咯，拜拜。